我们今天会从告诉你客制化键盘是什么一个玩意，然后到告诉你该怎么选择你的键盘本体，还有你的轴体，最后告诉你的预算大概要是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组到什么样的东西，就大概像是你电脑配单的那个样子。客制化键盘究竟是什么来头？我们这边已经这张图我想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吧？它就是会让你破产的东西。通常一把合理的键盘我会抓大概5-6千，但是I got you， 今天没有问题，1000块我都能给你搞出来，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是早安健全，没问题。组键盘的时候，我们大致上会主要注意3点，第一个是我们的外观，你的外壳长什么样子，键帽的质感是什么样子。第二就是你的手感，手感又分为你按下去的时候、触发的时候，跟到触底的时候。然后触发，你的轴体触发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我该怎么跟你解释？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没有，大概知道，我没有到，就是完全好，没关系，继续。OK， 然后声音会有3段，我这里没有写完这里。第一段是触发的瞬间，第二段是触底的瞬间，然后还有触底的尾韵。尾韵可能有点抽象，不过我们等等就会说到什么叫做尾韵。然后像钢琴那样啦，钢琴你有弹过？钢琴有是这样子的吗？按下去瞬间会有声音嘛，但是接下来还会有一段延音，对吧？很好理解。这3个大重点分别对应到了重要的零件。那外观会对应到我们键盘的外壳跟键帽，这个应该是一个幼稚园都能理解，对，非常能够理解，很简单哈。但手感的话就比较抽象一点，手感你的轴体会占了60%，我个人认为是占60%啦。然后本体的结构，我们等会会说什么是结构，因为这里没办法，我们必须得超纲一下。然后还有定位板会占10%，结构会占30%，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然后声音的部分则是轴体一样，也差不多是占个60%。然后本体这个结构的部分，它会占你触底瞬间的大概20%。然后定位板会占你触底瞬间的那个20%。然后结构会占你尾韵的20%。这个也是有点抽象，不过我们可以用这3个影片来大致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那个声音的感觉。我们声音会大致分为3类 ：Clucky、Porky， 另外一个是 Creamy， 就是所谓的麻将音。你有听过麻将音吗？大概有。OK，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就是 Clucky 的声音。那 Forky 的话听起来会像这个样子。很短哦。OK， 这听起来怎么样？你比较喜欢这一种还是这一种？左边那个。左边这个。OK， 这个的话就。这个觉得如何？大概在中间吧。中间，就是比 Socky 好一点，但没有到 Clacky 这么喜欢。OK， 我这里得跟你讲一下，有些人会分不太清楚这3个声音，他们会认为这是3个完全不同的向量，一个是 X 轴、XY 轴、XZ 轴，但是实际上 Clucky 跟 Forky 他们是在同一个轴上的。键盘通常会有一个材料包，他们只要材料包里面做一点调整，理论上这2个声音是可以对调的。Creamy 的话，它算是自己是一国的，它就是那个 Y 轴。那个 Y 轴要怎么到那个地方去呢？我们需要一个叫做轴下电的东西。这个东西它是一把超级双面刃，你要用它，你会得牺牲一点东西，但是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很酷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讲解一下，我们会需要怎么选择一把本体。
本体的部分我们会有配列的65%、75%跟80%，这3个是最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结构的话，结构的部分就是这个是定位板，定位板会负责把轴体给固定在 PCB 上面。因为如果单有轴体，我们直接把它固定在 PCB 上面的话，它会很不稳定，像这样。我们可能稍微动一下，它就会位移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放在定位板上面，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可以理解。对，然后我们把定位板跟 PCB 组合起来的这个东西，我们会给它一个专有名词，我们叫它叫做内胆。然后内胆要放到外壳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学问。但是你的机车要怎么把你的轮胎给装到引擎上面的那个连接的结构要怎么处理？那我们基本上今天就只会介绍 Gaskey， 因为其他结构都很贵，都很贵，很贵。OK， 但是 Gaskey 它不是一个烂的结构，它会很便宜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制造，所以导致供需过剩，所以它很便宜。它并不是一个很烂的东西。要我给结构一个梯度表的话，它会在 T0，它是一个很好的结构，就是很便宜， 可能有人会看不起这样子。然后结构之外，另外就是工艺。工艺好像不太能翻工艺，就是你外壳的材质是塑胶或是铝壳或是其他杂七杂八的，但最常见就是这2种。还有定位板的材质，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手感、声音之类的。这些比件彼此都会对声音、手感有不同的权重，还有方向。这个我相信你很熟悉，你就把它理解成高微向量就可以了。熟悉到不行，对不对？你应该不会想要看到这张图。太熟悉了，我不想再看到它了。配列的部分这你应该很熟，65%、75%、80%，3个最常见的。确实。好，65%的话要按到 F 区，就是用 FN 应该是这颗啊，它的那个它 FN 在这里。按 F1 然后去按数字键就可以达到 F 区。这3个大家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就看自己喜欢哪一个就去用哪一个，没有什么好坏之分。Gaskey 刚刚有给你看过，它是透过在定位板上面装2个小海绵，然后夹在外壳上面，所以它跟外壳基本上是不会有一个硬性的结构去把它固定住。就是透过那个海绵的摩擦力把它夹在外壳上面，所以你在按轴体的触底的瞬间，你会感觉到你的力气被吸掉了。我自己非常非常讨厌这个感觉，我超级无敌讨厌，因为感觉按下去很不畅快，像踩那个秋天路边的那种落叶，你踩下去应该就知道是脆脆的，结果踩下去像一坨海绵一样，像一坨狗屎，我超级不喜欢。但是在那个对岸那边，很多人超级尬意这个软绵的手感，我不理解，但我表示尊重。然后 Gaskey 因为它是透过夹住的，并没有一个硬固定在外壳上面，所以它对公差还有什么的要求都比较不高，所以它可以在设计跟工艺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达到比较理想的声音。然后这也让它变得比较好制造，所以供给过剩，非常便宜。其他比较常见的像是这个Up Mount， 这个是透过定位板硬固定在上盖上，然后你的手感就会变得很梆硬，我超喜欢。但是我现在用的是这个一体式定位板。那在外壳上，我们通常会有注塑跟铝壳。注塑可能会有一些材质的分类，像是 PC、PP， 就是你回收的时候，塑胶上面有那个1到9种，差不多就是那9种。但是基本上没差，都是注塑就是注塑，塑胶就是塑胶，都是很普通的键盘。但是如果是铝壳的话，它会比较贵重。贵重有多重呢？大概就是 2.5 公斤，非常的重，很重，真的很重哦，超级重。你可以拿你的那个笔电上面垫一台 iPad， 然后再放一罐水壶，你的一把键盘差不多是那个重量，很夸张，很超重。然后如果是铝壳的话，你看起来、听起来、摸起来都会更高级。但闻跟吃我不知道，我没有闻过，我也没有吃过，你可以试试看。OK， 一定可以请你朋友吃。在塑胶跟铝壳的选择上，基本上就是你有钱你就买铝壳，没钱买塑胶。但在更有钱的人面前，
这个钱不是问题的时候，他们有些人也会喜欢买塑胶，因为塑胶也是有一些很好看的变化，就是半透明，那个透光会很好看，看你喜不喜欢。而且这个是定位板的材质，就是我刚才给你看到的，轴体是透过定位板固定在 PCB 上面的，由此就会衍生出一大堆定位板的材质的区别。那在手感的部分，我没有办法给你展示，但是声音的话，我这里有个影片，等会给你看。基本上是手感上面会这样一路排下来，以极致方硬，极致方硬，真的很硬，我真的有碰过，真的硬到一个不行。那碳纤维的话，是我个人我自己最推荐的，我超级喜欢。那铝的话是还行啊，铝的话比碳纤维硬一点，硬那么1咪咪。塑胶的话就是塑胶，很软，很软的。那 FR4 的话比塑胶硬一点。FR4， FR4 是电木这个材质，也就是电路板的那个材质。电路板的材质你可以想象吗？可以，那个有点咔咔咔的声音。那碳纤维跟电木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是用胶合把它粘在一起的，所以它们振动会有一部分的频率被那个胶合的那个结构给吸掉，所以会让它们有一点平平的声音。所以我前面有加一个 flat。我们直接来给你听听看，一个铝的声音，这个是铜的声音，你应该听得到。有，我现在戴起耳机，在听。这个是碳纤维的声音，我自己很喜欢。声音跟金属的明显有一个差距，扁扁的感觉。对，这个是塑胶的声音，听起来就很塑胶。FR4 它这里面没有，但它基本上就是听起来更低一点的碳纤维。一路这样讲下来，其实我们已经把整个键盘的本体也讲完了，我们只剩下轴体跟键帽。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怎么选轴体。轴体基本上我们会分为按下去触发的那个感觉，我叫它确认感。确认感的话，常态就是分成青、红、茶。黑的话其实不算，黑的话是红的压力更重的版本，应该是青、红、茶，还有一个熊猫轴。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熊猫轴？熊猫轴是一个很特别的轴体。听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实际看过或摸过。确认感之外，就是那个按压的力度，按压的力度是由弹簧决定的。第三的话是材质，材质是最复杂的东西。我刚刚有说到，塑胶大概分为9种，保特瓶上面那个回收符号那9种，但是键圈就是可以跟你搞得不一样。我们除了那9种之外，我们还有复合材质，那个一大张比化学元素表还要多，有够麻烦。所以我不会讲得太深，我等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跟你说。轴体的部分，确认感我们可以分为断漏轴跟线性轴。线性轴的话就是线性轴、红轴、黑轴。断漏轴的话可以分为茶轴、青轴跟正熊猫轴，又叫做 HG 轴，又叫做大段落轴。大段落轴就是段落轴的段落感非常明显，但是更提前的版本。然后它打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的爽，用过的都点赞。但是因为那个确认感真的是太强了，通常你不会用很久，你大概会用个半年就把它换掉，就类似前造价挡车的存在。真的如果想要的话，我会建议去买一组来玩看，真的很好玩，很爽，我以为你要说我可以去买一个全造价挡车体验一下。对，全造价挡车也不错。茶轴、青轴我应该就不用介绍吧。烂大街。但红轴的话，红轴的变种非常多，非常非常多，但按起来都是差不多的感觉，但是那个压力的感受就不太一样，那个压力感、阻尼感、声音都不太一样。对，然后线性轴是大多数玩家的归宿，基本上段落轴是你的起点，红轴就是你的终点。不会有人的终点在茶轴、青轴、HG 轴，就算有都是怪人。对啊，大家都差不多都在红轴停下来了。我现在也是不会有人在段落轴上面留太久，对不对？有，我认识少数有这样做，只是觉得他们有点偏执。对啊，我现在也是用红轴，我现在用的也是红轴的变体。在键圈里面的红轴通常都会自带引轴属性，这个是有一个叫做加长轴心达到的。
然后引走属性就提前触发嘛，就是你会按下去很早，你的字就打出去了，你都还没按到底。基本上走体就是这3种，加上一个 HG 者，4大类。OK， 然后就会衍生出这个图生的这些走体。材质啊、克数啊、结构啊、不同零件的小改动，就会衍生出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你看这3排走体看起来一样，对不对？它们都是在那个材质上面有一些小改动，然后衍生出了各种不同形态，就是那个小火龙、喷火龙、EX 喷火龙、蓝色喷火龙，很像啊，但是又有点不太一样。走体克数上，我会把它分为4大类。一种是极轻，大概20克到30克左右，你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的努力，你就可以把它给按下去。非常推荐给小白鸟，非常推荐给你来使用。然后55克的话，就是一般红轴的克数；62克就是你需要稍微加一点力量，你才可以按下去。然后67克的话，就你会需要明显的用力。我自己是最喜欢62克跟67克。按下去的那个感觉很开心，然后从克数轻的到克数重的，基本上你的按下去的确认感会更加强。这个有点干话，不过就真的是这样子。我自己是觉得，如果能往上就往上，不要在这个地方久留。然后走体材质的话，我刚刚有跟你说过，它非常的复杂。我们不做复杂的展开，大致上那个走体的声音就分为3大类了。好像也不能分为3大类，就 Clarky 跟 Porky 2种类的走体，然后他们会在手感上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展开来介绍。Creamy 的话就是用走下电去达成的，我们不用理它，我们可以直接来进入预算区间。基本上我会觉得最少应该也要1500块左右，然后到3000块，你就可以组出一把 Creamy 的键盘，大概像是这一种，看起来也挺好看的，对不对？然后差不多要到5K 左右，你才可以达到你想要的声音。然后5K 到10K， 你就是会解锁尊爵不凡外观。有没有看到？从这一个到这一个，你有没有感觉看起来变得更加尊爵不凡？有点太尊爵不凡。它跟你的电脑差不多贵。对，然后我刚刚有提到本体的那个选择跟走体的选择，然后键帽的话差不多都长一个样，所以我就也不做复杂的展开。要说的很复杂，也可以说的很复杂，但是我们大致上就选它的颜色就好了，材质那些我们不用管它。键帽的话，大概我们就抓400块就好，因为键帽大概上有2种价位段，第一种是400块，第二种是2500起跳。我相信你应该不会想要选2500起跳的，预算区间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的简报就没了。OK， 现在说一下，我们最后是选了一把怎么样的键盘出来。首先呢，本体的部分我们选择的是 Transition Lite 的黑透的版本，然后用的是 1.6mm 的 PCB 不开槽，这样做没错，就是为了 Clarky 的声音。然后这个铝合金上盖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它会让你的键盘看起来很酷，他很喜欢，所以他决定加1000块买这个铝合金上盖。然后键帽的部分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么贵的键帽，我们完全可以用400块的，但是他很喜欢，所以我们买了一个2500块的键帽，没问题。那在轴体的部分，我们是选了这应该是念猫薄荷吧，这个猫薄荷线性轴。这颗轴体其实不是那么理想的选择，会选择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觉得很好看。这个轴体它是桧木型的，用 PA 上盖跟 PA 下盖，然后用 PON 的轴型，所以它听起来应该会比较像是10字音的那种声音，应该不会到那么 clacky， 但没关系啊，好看嘛，他喜欢就好。在卫星轴的部分，卫星轴现在我就是能买构思者就买构思者了，因为不用调，很方便，超棒的。你完全可以按下那个很酷的订阅按钮小铃铛。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